日澳还不死心，要联手针对中国，在G7密谋反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国人为何说丧钟已敲响？作为美国在亚太的两个马前卒，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段时间在中国的存在感是真的强，时不时就要跳出来动弹两下，而且原本两国都还是自己蹦跶自己的，最多也就在美国的牵头下演个戏。结果这回G7碰头会，这俩干脆撇开美国，自己搞联手了。据媒体报道，近日在英国参加G7峰会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和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撇开了美国，两人进行了私下会谈了1个小时，说要反对经济胁迫。而这反对的是什么经济胁迫？想来大家也都清楚，毕竟澳大利亚因为跟着美国使劲蹦跶，屡次针对我国动口，还跃跃欲试的要动手，以至于我国对其实施了经济制裁，直接让澳大利亚伤了一波元气。所以日澳两国这针对的究竟是谁，也就可想而知了。值得一提的是，会谈1小时的最后20分钟，两人确实私下进行了交谈，而这20分钟究竟谈了什么内容，也并未见报。但是这20分钟，两马前卒悄悄密谋，想来已经是8、9不离10了。不过媒体报道，在这次悄悄密谋已经被披露的内容中，日澳还打算继续联手干涉中国内政，试图推动之前美国搭起来的4国机制，还印太自由和开放。不得不说，两国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把自己的狼子野心伪装的和救世主一样。要说美国常年以救世主自居，但是那也是美国实力强大，自己有足够的底气。日澳这又凭的是哪门子底气？难道是不怕挨打的底气吗？其实这要说起来，澳大利亚本就差中国一些。日本虽然经济发达，却也没有多大的实力，所以就算两国真的联手成功，日澳联手也不是中国的对手。就像是国人说的，日澳丧钟已敲响。国人为何会这样说呢？主要也是澳大利亚和日本这大半年来不断作死的行为，而中国虽然更多的是以和为贵，但是却从来都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行事风格。这点从美国和澳大利亚每次针对中国之后，中国也不会手软，直接反击就能看出来。所以这次国人对日澳联手一事也是感觉颇为微妙，甚至有人直言，如果日本和澳大利亚捧着这个大戏来针对中国，那么中国也必将反制，到时候就是日澳敲响丧钟的时候了。当初的小菜可能不够开胃，现在必须要让日澳好好体验体验什么才是真正的经济制裁。其实真要说起来，经济制裁最为厉害的，那必然是谁也数不过的美国。这个当了多年超级大国的国家，早就已经把经济制裁使用到了骨子里。就比如美国为了压制伊朗，愣是退出伊核协议，挥舞经济大棒制裁了伊朗10年之久。所以要说谁最该被反击，经济胁迫，那必然是美国无疑了。解放军出动最大规模军机绕台，目的为何？我国用实际行动告诉7国集团一个怎样的道理？据台媒中时新闻网报道，在6月15号，解放军出动28架军机飞抵台湾西南空域，其中包括1架运8反潜机、4架轰6轰炸机、1架运8电子干扰机、2架空警500预警机、14架歼16战斗机以及6架歼11战斗机。根据台防务部门的说法，28架军机是自2020年解放军军机常态绕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刷新了今年4月12号25架军机绕台记录。在此次行动后，五角大楼紧急发布了一项声明，要求中国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然而，究竟谁才是台海局势不稳定的主谋？美国人比谁都清楚。为何解放军要出动如此大规模的军机参与绕台行动？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在回应G7峰会上，西方国家绕着台湾问题有意挑动大陆神经。就在几天前，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组成的7国集团在其G7峰会中对中国大放厥词，其中就包括了台海问题，将干涉中国内政已经是毫不掩饰地展示出来。此次G7会议的一大主题便是美国与他的盟友商讨如何针对中国。此次美国总统拜登启程前往欧洲，被认为是修复与盟友关系的重要行程。而如何团结这些欧洲盟友，美国人想到了一招，那就是把中国树立为共同的敌人。在此次会议上，拜登要求7国团结一致，应对中国的挑战。不过7国集团的内部也产生了分歧，像英国、法国与加拿大都支持美国对华强硬政策，而德国与意大利主张与中国合作，日本则态度不明。为了制造更好的反华话题，G7也是极尽抹黑之能事，比如说试图把中国内部的台湾问题给国际化，全然不顾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有美国官员访台以及美军军机降落台湾，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宣传造势了。而西方在台湾问题上拨弄是非的态度，
也引得岛内分裂分子的狂欢，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大规模军机绕台是我军对外释放出的一个信号，告诉外人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中国也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样的行动就是在警告试图干涉台海的国家以及岛内的分裂分子，解放军有能力在很短时间内将战斗力量投入台海，想要以武拒统，那就是死路一条。同时，我们也要告诉G7，台湾问题你们应该闭嘴了。NIH 最新重大研究，2019年12月，新冠已在美国本土传播，国际舆论炸锅 ，CNN 评论区翻车，美国要露馅了。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再次炒作新冠溯源调查，拜登更是下令情报部门90天内提交溯源报告，敦促中国尽快公开透明配合调查。在G7峰会上，拜登再次老调重弹，想要中国背上这口大锅。然而这边拜登在叫嚣，另一边美国反倒露馅了。据美国 CNN 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起的一项我们所有人的研究中，对2020年初采集的美国各地共24000份血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至少有9人的血液样本中出现了新冠病毒抗体。日期最早的来自1月7号在伊利诺伊州采集的样本，随后在马萨诸塞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西西比州等地收集的标本中都检测到了抗体。这次研究重大发现，说明在美国官方申请疫情爆发前，早在2019年12月，疫情就在美国本土广泛传播。这比中国正式确定新冠病毒提前数周，也比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发现首例美国确诊病例早1个多月。这件事儿也让国际舆论炸开了锅 ，CNN 新闻评论区底下更是翻了车。他们试图将这种神秘案件和一些死亡归咎于电子烟、流感。我认为 COVID 的要求早就在美国了。还有人提到了武汉军运会，一些前往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感染了 COVID 的要求，无疑是他们引起了武汉爆发。还有很多美国人、加拿大人现身说法，描述自己的家人早在2019年下旬就感染了和新冠肺炎类似的病症。还有多人愤怒高喊美国病毒，还有个美国网友反讽，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责任推给中国吧。事实上，早在之前就有多个研究表明，一些国家水样本检测发现新冠病毒，血液样本发现新冠病毒抗体，都早于武汉爆发时间，颠覆了外界对新冠病毒究竟何时何地出现的最初认知。前不久，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就指出，并不是所有病例都与华南海鲜市场直接有关。现在的0号病人可能并非真正的0号病人，可能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病例需要回溯研究。关于世卫组织在中国溯源的部分已经完成，更应该尽快去更多国家溯源调查。目前，世卫组织要重查意大利发现的新冠抗体研究成果，更多研究改写新冠疫情时间线。无论美国多竭力把新冠溯源政治化，在科学和全人类安全的大是大非面前，美国早晚会露馅。现在就是要推动舆论压力去美国溯源调查。美国屡屡在南海挑衅，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再次进入南海军演，为何国人态度却变了？又为何说机会来了？众所周知，这2年因为中国复兴，大国崛起之势势不可挡，以至于美国率先对中国出手，想要保持自己在国际社会领导者的地位。但是奈何名不正言不顺的，只能在南海屡屡挑衅，试图压制中国。而如今，美国去年频繁进入南海的里根号就再回南海了。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最新消息来看，截止到6月15号，有卫星已经在南沙群岛的西北方向捕捉到了里根号航母。而在14号的时候，里根号也不过就是刚刚在其他军舰的护航下准备进入南海，如今就已经直接到了南海群岛。可想而知，美国这是一路都没停。而且里根号航母这次携带了包括康加罗尔级导弹驱逐舰希洛号以及阿里伯克级的哈尔西号在内的航母打击群，一起进入了南海。虽然没有明确消息说这次有随行核潜艇，但是作为秘密武器，潜艇一半也不会被披露出来，所以也不能说没有。再则从相关消息来看，美国航母打击群这次在南海行动的目的还不小。有消息称，里根号在进入南海的时候几乎是全舰戒备，战机人员都进行了战备。所以虽然美国海军单方面的说法依然是进行海上安全行动，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开放，
但是15号正好是东盟防长会议，而16号更是关键时间节点。这样一来，美国的目的也就呼之欲出了。一则是借南海行动安抚欧洲，让欧洲继续跟着美国针对在中国；二则是针对东盟会议了。毕竟美国还是害怕自己的盟友立场有了偏向。说实话，美国这回着实是来势汹汹，不仅要继续在南海军演秀肌肉，还一副就不打算走了的样子，甚至还有战斗准备，可谓是极为挑衅。不得不说，毕竟美国刚在欧洲吃了鳖，自然想要先在其他地方找回面子了。而南海又本就是美国虎视眈眈的地方之一，借此立威再好不过。再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这次要在南海军演，虽然挑衅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国人对待美航母的态度却变了。有网友表示，只要美国不踩红线，就不用管它，而且咱们可行对等原则。美国不是天天围观我国军演吗？来而不往非礼也。美军既然到南海了，那咱们也就正好可以围观美军军演。不得不说，这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美国来南海自由航行，虽然没有进入领海基线，但是也颇为惹人厌烦。偏偏中国又不能怎么样。既然如此，那么美国自己送上门来军演，如此大好的机会来了，咱们不看，岂不是白费了美国一番苦心？